2021年的1月1日，一位年轻美貌的空姐在豪华酒店内和11个年轻小伙喝酒狂欢结果第二天发现死在了浴缸里，身上呢还布满了淤青和伤痕，下体呢更是有明显的撕裂伤。一个女的，11个男的，彻夜狂欢，第二天女的死了，这些关键词连在一起，很容易让人遐想呀。消息一出，舆论哗然，网友们第一时间都认为空姐肯定是被这11个男的给害的。警方呢也雷霆出击，仅用2天的时间就宣布破案了，定性为恶性性侵杀人案，并直指这11名男子是凶手。愤怒的民众恨不得要将这11个人生吞活剥了。而就在这时呢，这11名男子说了一句话，让整个案件彻底反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今天就让我们拨开迷雾，重新走进这起轰动全球的菲律宾空姐跨年夜离奇死亡案。故事的主角叫克里斯汀·达塞纳。1997年4月13日，克里斯汀出生于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，在家中呢4个孩子里面，他是排行老2。从小呢，他就是街坊邻居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他的长相清秀身材高挑，学习呢还格外的用功，品学兼优。长大之后的克里斯汀考入了菲律宾棉兰老岛大学，攻读媒体艺术专业大学的时候呢，就积极的去参加选美、跳舞和模特比赛。2017年的6月，克里斯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呢，还参加了菲律宾环球小姐选拔赛，一路还闯进了市区决赛。在选美和模特领域闯荡了2年之后，克里斯汀将目光投向了无数女孩梦寐以求的空姐行业。凭借着出众的外形和优秀的综合素质，她顺利考入了菲律宾航空，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空姐，还拿下了当地空姐选美比赛的冠军。成为空姐之后的克里斯汀生活过得非常的充实和美好。她在社交媒体上呢十分的活跃分享自己的工作日常，录制美妆视频，很快就收获了16多万的粉丝，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。谁都不会想到，这样一个活泼美丽的女孩，生命会永远停在25岁。2020年12月28日，克里斯汀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照片，配文是今天是最后一次飞行，没想到呢一语成谶了。2020年的12月31日跨年夜，克里斯汀决定用一场特别的聚会来告别这一年。克里斯汀应3位男同事兼好友的邀请，来到了菲律宾马卡提市的城市花园酒店。3名好友提前在这里订好了2209号房间。原本克里斯汀以为这只是4个好朋友的小型聚会，但是当他到达酒店之后，却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更加的热闹。他的3位好友又邀请了另外的8位男性朋友，入住了隔壁的2207号房间。这就意味着除了克里斯汀这1位女性之外，房间里还有11个男性。如果是普通的女孩面对这种万花丛中一点绿的情况，早就已经警惕并且离开了。但是呢，克里斯汀的性格比较外向，再加上节日气氛的烘托，他并没有拒绝，反而欣然加入了这场狂欢。根据后来公布的酒店监控视频呢，当晚的气氛的确是非常的热烈。从晚上11点开始，克里斯汀就端着酒杯频繁往返于2207和2209两个房间之间。他穿着清凉，神态兴奋，与不同的男子谈笑风生。凌晨2点50分左右，监控拍下了极具争议的一幕。克里斯汀与一名戴帽子的男子手牵着手走向房间，并且在门口主动去亲吻了对方。随后呢，他又在走廊里搀扶醉酒的同伴，甚至在凌晨4点多还在不同房间里面穿梭。直到6点23分，醉意朦胧的克里斯汀被一名男子抱回了房间。在房间内呢，他留下了最后一张照片。他跪在卫生间马桶前呕吐，但依然对着镜头比出了胜利的手势。早上10点，加里多从宿醉当中醒来，看到克里斯汀躺在浴缸里，以为呢他只是喝多了睡着了，还贴心的给他盖上了一条毛巾。2个小时之后，中午12点多，加里多再次醒来，他总觉得不太对劲儿，又走进了洗手间去查看。而此时的克里斯汀的脸呈现出一种怪异的青紫色，身体冰冷僵硬，早已经没有了呼吸。这时的众人都吓坏了，慌忙的拨打了急救电话。救护车赶到的时候，克里斯汀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。医院出具的初步死亡证明上写着一个让人费解的死因：腹部主动脉瘤破裂。一个年轻健康的空姐怎么会在跨年夜突然死于主动脉瘤破裂？
更蹊跷的是，案发时2207和2209两个相邻的房间里，除了克里斯汀，其余的11个人都是成年男性，1个女的，11个男的跨年夜酒店非正常死亡。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，就像是一根火柴，瞬间点燃了菲律宾民众的情绪。更让舆论沸腾的是，警方在介入调查之后，仅仅过了48个小时，就召开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新闻发布会。时任马卡市警察局局长在镜头面前斩钉截铁地宣布，这不是意外，是一场恶性性侵伤人事件。克里斯汀的身体有多处暴力伤痕，主动脉瘤破裂呢是外力挤压导致的。现场的11名男子全部是涉嫌犯罪，我们已经逮捕了3人，剩余的8人必须赶紧来警局自首，否则将面临全国通缉。消息一出，全网都炸锅了。克里斯汀的身份呢，让这起案件更加具有话题性。她不是普通的空姐，25岁，身高1.72米，曾入围环球小姐赛区决赛，而且还是拥有10几万粉丝的网红。她的社交账号里全部都是阳光笑容，穿着空姐制服的职业照，周游各地的旅行照和同志们温馨的合影。这样的一个美好鲜活的女孩，在跨年夜遭遇11名男子的集体侵害，最终惨死浴缸。舆论瞬间一边倒有人就扒出了这11名男子的背景，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家境优渥，要么就是富二代，要么就是企业高管。有人跑到了克里斯汀社交账号下留言，来痛惜他的遭遇。更多人开始向警方施压，要求严惩凶手，为正义发声。当时菲律宾几乎没有人怀疑警方的结论，就连美国的 CNN 和英国卫报这样的国际媒体都以菲律宾空姐跨年夜遭受11名男子性侵身亡为标题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。但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正义即将到来的时候，案件突然迎来了反转。案件的转折来自于一份法医报告，报告中显示，克里斯汀的下体所谓的撕裂伤是深度愈合的陈年旧伤，并非新鲜伤口。他的身上的淤青挫伤分布在膝盖、手肘或者是额头这样的部位，符合醉酒之后反复跌倒碰撞的特征。更关键的是呢，法医在克里斯汀的体内没有检测出任何男性的体液，也没有发现任何违禁药物的残留，既没有迷药，也没有兴奋剂，只有少数的酒精和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残留。而当时的警察局的局长为了追求办案效率，刻意忽略了这份报告，仅凭1女11男的场景就武断的给案件定了性。而这时呢，被逮捕的3名嫌疑人在警察局里大喊冤枉。被逮捕的加利多在律师的陪同之下，向媒体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秘密。他说：“我是无辜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辜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同性恋，我们都是 gay。”原本呢，这是一场同性朋友的聚会，只是因为克里斯汀是我们最好的闺蜜，我们才邀请她一起来玩。我们只对男人感兴趣，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。克里斯汀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亲妹妹一样，我们不可能伤害她。这句话呢，就像重磅炸弹一样，炸碎了所有人的固有认知。加利多的说法很快就得到了印证。首先呢，多名知情人士向警方证实，这11名男子的确都是同性恋，他们之间要么是朋友，要么就是伴侣，平时的社交圈子也都以同性恋群体为主。克里斯汀因为性格比较开朗，没有偏见，和他们成为了好朋友，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。其次呢，酒店监控里的有一个细节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。凌晨2点50分，克里斯汀主动亲吻了戴帽子的男子，而那时呢，对方不仅没有回应，反而身体向后退缩，手里还紧紧抓着酒店房间的门铃，显然是在刻意的保持距离。与此同时呢，剩余8名被通缉的男子也主动前往警局自首，他们带着自己的律师，提交了当晚的聊天记录消费凭证以及自己的药检报告。所有的报告都显示，他们当晚只是喝了酒，没有接触任何的违禁品。其中的一名男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红着眼眶说：“我们和克里斯汀是好朋友，跨年夜邀请他呢，是因为觉得他一个人过节太孤单了，看到他出事，我们比谁都难过。可警方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我们扣上了性侵凶手的帽子，我们的家人被网暴，我的工作已经被辞退了，这对我们来说太不公平了。”舆论的方向开始悄然转变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警方的办案能力。为什么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仓促地宣布案件的性质？为什么刻意地去忽略法医的初检报告？为什么仅凭性别比例就给这11个男子定罪？
面对舆论的压力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介入调查，要求警方暂停所有行动，由专业的法医团队对克里斯汀的遗体进行2次尸检，同时重新梳理所有的证据。而这一次的尸检报告终于揭开了克里斯汀死亡的真正原因，也让这起案件的真相彻底的浮出了水面。2021年1月27日，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召开了第2次听证会，发布了长达19页的最终法医报告新的报告里指出，第一，克里斯汀身上的淤青对于一个喝醉酒、走路不稳甚至跪地呕吐的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磕碰伤。第二，他的下体的撕裂伤经过法医的鉴定，的确是深度愈合的旧伤，而并非新伤，与他当晚是否发生过性行为无关。第三，最关键的是克里斯汀的体内没有检测出任何属于那11名男子的 DNA。第四，关于死因，法医最终报告指出，克里斯汀的心脏重达500克，而正常人的心脏只有250到350克，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长期患有高血压，而他自己却不知道。主动脉瘤破裂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疾病，过量饮酒、兴奋过度、剧烈的呕吐都可能导致血压瞬间的飙升，足以撑破主动脉瘤。克里斯汀如果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疾病的话，就算这次没有死在酒店狂欢，也可能会在下一次病发而亡。最后的得出的结论就是克里斯汀·达塞纳死于主动脉瘤破裂，属于自然死亡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。除此之外警方在房间里发现的可疑白色粉末，经过检测只是普通的食用盐，这是其中一名男子用来调酒的原料，并非什么违禁品。这份报告彻底推翻了警方此前的所有结论。2021年4月23日，菲律宾警方正式发布公告撤回对11名男子所有的指控，宣布他们无罪。案子就到这里已经结了，但是案子留下来的余波却远未平息。当初信誓旦旦地宣布破案的警察局局长和出具出版报告的法医，因为严重失职和误导公众被撤职查办。那些曾经对11名男子进行网络暴力、人肉搜索的网友和自媒体也纷纷的删帖道歉。城市花园酒店因为在疫情期间违反聚众的规定被罚款并且停业半年。但是对于克里斯汀的家人来说，这个结局他们永远无法接受。他的母亲看着女儿身上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痕，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女儿是自然死亡。他坚信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二代买通了警方，用同性恋这个幌子来掩盖罪行。他向法院起诉，甚至向菲律宾的总统求助，要求开棺验尸，为女儿伸张正义。而那11名男子当中，也有5人反过头来起诉克里斯汀的家人诽谤。这场官司你来我往，最终被菲律宾的官方叫停了，宣告不再受理此案的上诉，官方盖棺定论。但在民众的心中却永远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回顾整个案件，有几个细节值得我们深思。如果警方一开始不那么武断，能够严谨的去核实每一个证据如果那11名男子没有同性恋这个身份，他们是否能够如此轻易的摆脱嫌疑呢？反过来想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凶手的话，那么同性恋这个身份是否就成为了他们最完美、最无可辩驳的这个不在场的证明呢？克里斯汀的悲剧或许也给所有喜欢热闹、喜欢派对的朋友们提了一个醒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请一定要保持一份清醒，尤其是在面对酒精的时候，因为死神真的不会因为你年轻就对你网开一面。好了，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。关于这个案件，您更相信哪一种说法呢？是天意弄人，还是另有隐情？欢迎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请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